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很多人都习惯晨起喝杯水，认为既能够补充睡眠时机体代谢所摄取的水分，促进排便，清醒大脑，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心梗、血栓等的发病率。因此，很多人都坚持每天早起一杯水，但如果没喝对，反而可能会伤身。看看下面这几种错误的喝法，你有吗？一、喝水的错误方法与正确方法。我们每天都在喝水，但其中的讲究，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些错误的喝水方法，不仅不能发挥水的功效，还会损害你的健康。一、喝太多，喝太猛。早上起床之后，人已经处于缺水状态，有些人还特别的容易口渴，就喜欢咕噜咕噜一顿猛喝。但这样的喝法其实并不好，更建议小口少量多次饮用。因为人的肾脏每小时能够排水800到1000毫升左右，越在短时间内突然的大量饮水，容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进而损害心脏和肾脏的功能。二、水太凉或者太烫。关于喝冰水还是常温水，要根据自身的习惯和生理健康的状态而定。一些从小就有喝凉水习惯的年轻健康人，身体已经适应了摄入冰水。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因为从小被教育喝热水有益健康，一直有摄入温水的习惯，所以太凉的水容易刺激肠胃，引起胃黏膜血管的急剧收缩，造成肠胃不适。甚至有些人喝完冰水就呕吐腹泻。为避免自己找罪受，还是喝热水或者是常温水为好。三、偏爱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比起白开水，很多人更喜欢在里面加点料，认为蜂蜜水能够通便，柠檬水能美白。但其实加料的水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或者并不适合。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期，淡盐水喝多了可能会使血压更高，尤其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肾功能异常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大部分人的日常饮食中盐分已经爆表了，就不要再额外的增加了。二、蜂蜜中虽然含有很多的有益健康的成分，但是果糖的含量很高，而果糖进入到人体之后，需要代谢转化为葡萄糖，再被人体吸收利用。这样一来，对高血糖人群来说并不适合，反而加大了血糖的波动幅度。三、柠檬水中的维生素对于胃酸过多的人来说，空腹喝更容易的刺激胃，产生反酸、嗳气等症状。早上一杯水，这样喝才正确。一、少量多次，慢慢喝。每次喝水不要超过100毫升，每小时喝水不要超过1000毫升。二、一般来说，水温以25到37摄氏度左右为宜。三、温开水作为最没有负担的水，其实是最佳的选择。二、喝水不是越多越好。根据中国营养学会膳食指南的建议，男性每天喝达到1700毫升的水，女性则需要达到1500毫升，但这个推荐量是对于健康人群而言的。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则需要区别对待。一、心衰患者。心力衰竭的人本身因为心肌收缩舒张的障碍，使得血液淤积，有水肿情况。如果饮水量较大，体液量增加，血液可能会变稀，并增加血容量，从而进一步的加重水肿的情况。而且心力衰竭会导致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缺氧缺血，肾脏受到影响，可表现为小便量变少，甚至没有小便。因此饮水较多、代谢过少的时候，反而会加重心衰，更容易的诱发意外。控制饮水量是心衰护理非常重要的一环。严重的心衰病人几乎要控制在800毫升以内，具体可以咨询一下医生。二、慢性肾病患者。
这类患者容易出现尿少和水肿现象，意味着喝进去的水无法正常的排出到体外，因此喝水量需要根据尿液的多少来调整。全天适宜的水量等于500毫升加前一天的小便量。比如说，你前一天的尿液量约为800毫升，第二天摄入的水应该控制在 1.3 升左右。这里所说的水不仅是饮水量，还有蔬菜、水果、牛奶、粥等中的水液。3、服用治疗胃溃疡药物的人。患有胃溃疡的人服用的一些药物中含有的硫酮铝、氢氧化铝凝胶等的物质，这些物质会与胃内渗出的蛋白质结合，成为凝胶状物，覆盖于胃黏膜表面，对于胃部黏膜形成一个保护。这个时候喝水太多可能会降低药效，不利于病情的恢复。3、这几个时间点需要补充水分。除了早上起床之后，其实一天当中还有几个时间点也需要补充水分。1、饭前半个小时。饭前半个小时胃是空的，胃酸浓度较高，又没有消化，人类饥饿感比较强。喝一杯水能够稀释胃酸，辅助缓解饥饿感，也可以让肠道为食物的消化做好准备。有些人担心喝水会稀释胃液，反而会导致消化不良。其实不是边吃饭边喝水，或者是饭前饮用过多，一般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2、午睡后。午睡时人体体温升高，导致一部分的水分并且汗液蒸发，再加上胃肠道的消化，午餐也消耗了水分，容易感到口渴。此时补充200毫升的水刚刚好。3、下午30点。这个时候已经是工作或者是学习较久，身体会出现一定的疲乏感，此时喝水有助于保持头脑清醒，还能够促进体内代谢产物的排出，减少赘肉的产生。4、晚上睡前1小时。睡觉前身体内的水分会通过呼吸和汗液蒸发而不断的流失，血液粘稠度也会进入了高峰，因而有必要在睡前的1小时的时候补充200毫升左右的温水。这个量不用担心晚上会要起夜上厕所，也不担心第二天会水肿，有助于稀释血液，对身体好。5、起夜时。不少人有起夜的习惯，特别是中老年人，有时候会有尿液频繁的症状。起夜之后可以补充一杯100毫升的水，能降低高血压、夜间糖尿病发作的危险。6、特别时期。感冒发烧时喝水能够冲走呼吸道的粘液，对于疾病的康复有帮助。2、呕吐腹泻时能够避免脱水。3、便秘时多喝水能够刺激肠胃的蠕动，促进排便。4、运动期间出汗多，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来保持体液的平衡。运动前半小时先喝300到500毫升的水，运动中最好每隔15分钟就补充200毫升的水。运动后应该持续每15分钟喝水100至200毫升，一直到尿液不再特别黄为止。5、洗澡前后。洗澡前先喝水可以防止因为洗浴的时候出汗较多、血粘稠、血压升高所导致的意外发生。洗完澡之后喝水则是补充丢失的水分。4、这些关于水的流言是真是假？1、隔夜水喝不得。网传隔夜水不能喝是因为其中的亚硝酸盐，使用过后会出现食物中毒。但是专家表示，一般的情况下，即便是隔夜水，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在健康的范围之内的，并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水能不能够喝跟是否隔夜关系不大，主要是看水的放置时间和保存环境。水烧开之后，盖好盖子或者是放入暖水壶中保存，在2天内喝完，一般也是安全的。2、冷热水对着喝会不舒服。其实要分情况，一种情况是加入的冷水是安全卫生的水资源，像纯净水、矿泉水、凉白开等等，并不会引起任何不适。另一种情况，你加的是自来水、井水或者是生水，这类水的卫生本来就没有保障，杂质较多，也可能存在有害物质，进而可能会造成身体不适。3、矿泉水、纯净水、苏打水哪个好？
有人觉得矿泉水好，是因为其中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如钙、钾、镁、钠等等；而觉得纯净水更好的，则是觉得长期的饮用矿泉水所含有的矿物质盐会增加肾脏和膀胱的负担，对身体不好。至于苏打水，因为它是碱性的，有些人觉得常喝能够调节人体的酸碱平衡，保持健康。对此，专家表示，喝水真的没有那么复杂。矿泉水中虽然有矿物质，但量却非常的少，既满足不了日常所需，也不会对人体的器官造成负担。而人体的酸碱度是绝对不可能通过食物亦或者是喝水来改变的，需要依靠完整的体液调节系统。一般只要水质合格，都是可以放心的饮用，不必过分纠结到底是哪种水。补充水量往往比选择哪一种水更为重要。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